殿下，今年寒门的考卷都在此出了。圣上开新考，服寒门，这些学子便一个个的拼了命的想一步登天，真是可笑。对呀，这些文章论时弊，谈和公，竟是狂卷之气。不怪太子殿下交代，要好好压一压寒门的气呀。你看看这写的。不被期待的雄心，不被看见的才情，只能拿来暖手了。我会告诉太子哥哥，一切如常。一笔之伤痕，隐约青山眉，寥寥浮生愧，如梦如回，翩翩落掌心纹。一幕灯火深，繁华笑成魂，字字灵犀声，如歌如坠，风云尘一瞬间永恒。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染繁星一尘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生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浮世清风还归程。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俯首成真。公主，太子和考官还在凤栖阁，可是二皇子带人来了。那就得好好演一出戏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罢了，本宫今天开心，让他们都一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二皇子传，恶人不得擅自离开。给我搜！是。来呀！殿下，公主在凤栖阁。二殿下，二哥这是何意呀？都吓着我的美人了。太子在哪？有人密报，太子操纵新考，在此私会考官。你们下去吧。二哥，太子哥哥可没来过这儿，可不敢诬陷储君啊。诬陷？哼，给我搜！
不宜久留啊。让他解决吧。弦断惊扰贵客，请殿下息怒。莫为琐事败了兴致。是个妙人，今日魁首便是你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二哥这是要观礼啊！荒唐！你行这般苟且之事，就不怕驸马知道？殿下，都找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大叶朝的世家贵妇，许面首作乐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况且崔驸马出身世家，习惯了被人伺候，哪里懂得伺候女人？这闺房之趣，还是得自己来寻。走。再盯紧一些。是。抱本宫去榻上。你不是仙客来的人，假扮面首接近本宫，受何人之判？无人指派，学生只知公主不想此物被二殿下发现。学生一介寒门，大业虽开新考，但学生明白，成败的关键在于考场之外的举荐。所以学生恳求公主能阅览学生行卷，为学生举荐一条明路。既是寒门，你也听到了二皇子为何而来，怎不把玉佩交给他？二殿下搜查世家，与太子党争才是真。学生若是将玉佩献于他，岂不是引火烧身？学生不想惹祸，只想以才学报复，得公主亲言举荐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这是……举荐，好一个寒门学子，为求取功名，竟行此下作手段，献身本宫。学生不敢，此事绝非学生所为。我马上去找解药。好表现，举荐这事自有商量。
遂嚣张跋扈，但这是下去。赏你的，滚！殿下何意？那酒中药并非学生所下，你也答应学生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你们寒门不是最讲风骨吗？怎么卖身求荣的本事比仙客来的谭郎还痛快？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新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好一个金尊玉贵的公主！昨夜是谁在二皇子面前将我认作魁首，如今又翻脸不认，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。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告辞。倒是个有脾气的。公主，昨夜是假戏真做了？此身有己，悦者为上。看来公主对此人评价甚高，真是稀罕。那姓崔的养外室多年，难不成还想让你为他立牌坊吗？呸！昨夜我睡得极好，一夜无梦。难道这药还有安神的效果？相思子可没这效用。这些年公主被噩梦缠得夜夜难眠，怎么偏昨夜睡得安稳？难不成有效的不是药，是人呐？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。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这药不像那寒门学子能弄来的，也不像二哥的手笔。或许陷害我的人，与这朝堂争斗无关。小许多唐突，相连能几时？好曲。崔郎爱听，奴就日日唱。只是今日，崔郎还是回公主府吧，毕竟您还是驸马。有话便直说。奴听闻，昨夜朝阳公主在仙客来会面首。奴想着，若崔郎今日回去，那谣言便会不攻自破。哼。他能让人把风声透出来，便是做给该看的人看的，都是为太子殿下做事罢了，何必当真？万一公主假戏真做了呢？你行事向来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明白吗？是青罗越举了。嗯。
昨夜殿下宿在了仙客来，那驸马昨夜又是宿在何处啊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崔家的家父。那驸马和外室缱绻时，也没记得自己是大叶皇室的驸马。现在不是你利用我走出冷宫的时候了。踩着崔家一路高攀，如今深得圣宠，便连装都不愿意装了。装？我们本就是面上夫妻，互不干涉是最后的礼仪，望驸马谨记。走吧，太子哥哥可不愿意等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圣人想用新考提拔寒门，来打压我们氏族。若是今年前3甲中真出了一位寒门学子，只怕后患无穷。是呀，老二昨夜虽未抓住把柄，却依旧连夜入宫，向父皇构陷无私会考官，圣心不渝，以不让吴的人参与新科评定。圣人言明，今科要亲阅考卷，寒门的考卷便无法收回，这才是大麻烦呢。朝阳公主驸马到。进。臣请殿下安。昨夜二哥突至，幸亏此物未被他发现。朝阳，方才吾与朱清的对话，想必你也听到了。父皇今年要亲阅考卷，你可有办法？殿下放心，只要圣上所见之卷，皆出世家子弟之手，寒门又何来的机会呢？不错，唯一的变数就是父皇。可当下东宫中人，能进御前接触卷册的，只有你。怎么，有难处？太子哥哥，父皇近来圣心独断，最近又提了二哥在御前。臣妹入宫虽易，但眼下并非最佳时机，只怕稍有差池，反倒误了大事。朝阳，对，让他把苹果举起来。这个好玩。把苹果别掉了。你再搞，我打歪了可别怪我。殿下息怒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吴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。我不希望父皇看到任何一张寒门的试卷，不许奔走。朝阳知道了，定会尽力而为。殿下，东宫有他们夫妻2人，实乃大幸。别让我失望。
臣妹遵命。疼吗？早就习惯了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吴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的。娘，你有救了！我拿到上古老参，你吃了病就会好了。何时双手一梦成舟，无魂牵挂，如你引诱，翻云覆手。娘，你起来，不要丢下我。命运失守，心惶惶回头，张开双手，一念复仇。从那天起，我发誓，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冷宫，过着世上最好的生活。这些年，太子结党营私，强征暴敛，逼死良臣。我不能让大业的江山社稷，最终落在一个视民生如草芥的人手里。而圣人用心考纳寒门，制衡世家，他在意的只是皇权稳固，并非百姓疾苦。是时候动手了。太子给了我面圣的机会，我定会让圣人看见寒门学子的答卷。新科状元必须是我们的人。人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份大礼虽素未谋面，但对太子来说，应该是份惊喜。今年状元是个寒门。是啊，圣上特为状元设下此选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荆轲状元为何是个寒门？这就是你办的事。那日二哥也在宫中，还是他从中作梗。是啊，二皇子那天确实是在宫里。恭迎圣驾！参见殿下。众卿免礼，入宴吧。恭贺父皇得此英才，不知父皇将以何等要职委以荆轲状元？6品给事中，众卿以为如何？陛下，万不可呀！给事中乃天子近臣，寒门岂能胜任？臣请调其任岭南县令，历练3年后再议。岭南道，荒蛮地，这是要杀人啊！圣上，岭南湿热，蛇虫肆虐，荆轲状元怕是熬不过3年就没在任上。儿臣认为，6品给事中给的正好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臣等觉得太子所说有理。陛下，此人若只贪图安逸，便不堪大用。臣等附议。
儿臣失手惊扰圣驾。宴上醉酒无妨，起来吧。谢父皇。儿臣觉得如此佳酿不可多得，诸位争执不休，岂不耽误？父皇，状元郎初登天子堂，上任岭南，未免有被薄待之嫌啊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由萧忠诚亲自调教。若日后不成器，再任去岭南也不迟啊。陆明彦是为祝贺朕得贤士辅佐，此酒唯有朝阳喝出了其中深意。便依你所言，受其监察御史之职。都入宴吧。谢陛下。3言2语便哄得父皇开心，又合了太子哥哥的意，真是厉害啊！不愧是圣上最倚重的公主。什么东西啊？新科状元入宴面上。陈审孝，恭请圣安。朕安，免礼入座。谢圣上恩典。启奏圣上，陈审孝要弹劾朝阳公主李恕。声响，青丝一曲心弦绕，沙沙作响，靠心门轻唱。生黄，明眸一许尘暗香，念念不忘，有欲盖弥彰。一步一回望，片片灯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，画在她眉宇手中央。灼灼孤芳香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当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臣审孝，恭请圣安。朕安，免礼入座。谢圣上。开宴吧。来，请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辛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殿下，方才下官在殿外听到殿下提携之恩，以此薄酒，全至寸心。恭喜沈御史，
只是文曲魁首的谢意，本公主受之有愧。下官认识的殿下可不会生出愧疚之情，难不成殿下并非诚心道贺？公主不胜酒力，我替她喝。状元郎和公主何时这么相熟了？我与公主殿下的缘分，可不是一言两语可言尽。就比如，状元郎的玩笑话，驸马何必当真？是，我醉了，和父皇告罪回府吧。此等盛宴，殿下怎可先行告退？放肆！殿下不知道吗？下官这个人向来睚眦必报，今日前来，就是特地来报恩。启奏圣上，臣沈孝今以监察御史之职，要弹劾昭阳公主李恕。关中大旱已于3月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少。流民如潮，被迫易此而食。现在您涌入都城，梁上哄抬物价，大发国难之财。而昭阳公主却夜夜笙歌，奢靡无度，不恤民情，有负天下百姓，有悖皇家仁德。放肆！污蔑公主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儿臣可以作证，昭阳确实。住口！关中旱灾，朝会议过，还没有解决。你掌管的杜迟祠到底在干什么？就在粮已放，只是民间粮价飞涨，恐怕有人囤粮抬价。荒谬！臣认为，将江南的粮调运至京中，粮足，则价平。沈御史所言极是，只是贯通南北漕运的永通渠堵塞严重，需要起步尽快修缮。当下国库吃紧，休取劳民伤财，吾的起步用度如何，轮不到二弟智慧。永通渠乃漕运重渠，根在培元，利在千秋之时。区区8品小吏，也敢妄议朝政，狂妄！哼！既是朝官，有何不可以？二弟如此维护，莫不是沈孝之言有你受益？皇兄，具谈实务，只会牵连吗？我们请圣上裁决。上。圣上，请陛下裁决。大兴土木，恐动摇国本。我看是有人不想修渠，好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。李渊，你说什么？商贾通流合污，上前劝进，是在说话，掏空江山，一口言万女儿的万世之王，你眼下呀！够了！太子，朕命你3月内使永通渠通航，着与林都尉崔进之派兵增援，如有延误，严惩不贷。3个月，这如何能做到啊？
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儿臣领命。臣领命。朝阳公主李恕，即日起，10亿上缴国库，待灾情好转，再议恢复。谢圣上恩典。沈萧，原来弹劾是假，为民解困才是真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他姓沈的，竟敢当庭弹劾殿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他没说错什么，也不知实情，而且多亏了他这一出，我才好跟太子交代。精彩啊，精彩！好一个锋芒毕露的状元郎啊！开科取士至今，满朝文武就属他最有胆色，最合我心意了。你喜欢他，去寻他便是，拦我的路做什么？自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想看我笑话，何必在这吹风啊？不如随我回府上小住几日，我让崔静之作陪，让你看个够。你少拿他恶心我！要不是当年你这个贱婢之女使的下作手段，他怎么会成为你的驸马？崔静之真是瞎了眼。看来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想明白。瞧瞧你那短命的驸马，不过3年就被你搓磨死了。崔静之那般骄矜的人，又怎会娶你这蛮横无脑的嫡公主啊？你敢羞辱我！我是抢了崔静之，可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？我大婚当日，是你告诉崔静之，我向父皇进言，处决他战败获罪的父兄，对吗？是你进言，让圣上杀了我父兄。圣人要彻查战败之责，你父兄作为主将，本就罪无可恕，若不顺圣意，连你也难逃迁怒。我是为了保你，为了保我，李叔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怜你，护你，甚至为你家族选了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啊！我真是后悔把你从冷宫里救了出来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崔家的继父，与我再无关系。崔静之真以为仅凭我一句话就能左右圣心？蠢！像他那样的蠢人啊，你要我送你便是。你不要的，本宫也不要。别忘了，你就是太子哥哥身边的一条狗。你敢欺负我，我看他怎么收拾你！哼！他若知道公主和崔静之早已和离，是圣人按下此事，不许张扬。知道与否并不重要。他根本不喜欢崔静之，只是不想输给我。你去备马吧。是。公主和驸马竟是假夫妻。休书。崔静之，你还当我是冷宫里的卑贱孤女啊？
我可是圣人亲封的朝阳公主，想休我？你不配！休也是我休你。如今你没了副修师了倚仗，说实在没了驸马的身份，如何在崔氏立足？现在是你需要我这公主的身份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只为利益，互不相干。我会禀告父皇，与我再无瓜葛。滚！看来殿下与驸马早已离心，人前恩爱，也只是做戏罢了。君子非礼勿听，状元郎的圣贤书都白读了。下官宁愿做真小人，也不愿做伪君子。这么说，殿下与崔驸马你们真的就只是表面夫妻？沈御史为何如此在意本宫和驸马的关系啊？下官认为，崔家父子拥兵自重，战场轻敌，导致将士枉死。事后还骄横如故，圣上早该敲山震虎。适才作此裁定，所以殿下何错之有？若是崔驸马因此而迁怒了殿下，殿下真的应该另择良配。那本宫该责谁呢？是刚刚在殿上意气风发弹劾我的状元郎，还是3个月前卖身求荣的谭郎？沈御史听了这么久的墙根，想必不是碰巧路过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是，又如何？看来念念不忘的不止下官一人。殿下，我
曲心弦绕，傻傻坐下，让你别离开我。一步一回望，眼偏灯火阑珊望，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浅浅风吟唱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，水中央。茫茫白露霜，遥遥心事忘。惶惶梦一场，蒹葭藏，待他心之所向。香消无处藏，你可曾听到？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画在他眉眼手中央。灼灼无方向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殿下真是好眠啊！本宫会睡着，还不是因为沈御史？朝阳信誓旦旦更不保证，绝不会有寒门登上荆轲金榜。可如今竟然出了一个状元沈孝，朝阳人在何处？朝阳今日身体不适，先行休息了。沈御史今日当众弹劾本宫，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这个沈孝初登朝堂，先是跟朝阳敬酒，接着又突然弹劾，害我被罚了10亿，你得了圣人卿也，更博了个忠直敢言、不畏强权的名声。下官确实有意报当日殿下轻贱之仇，所以要让此事变得有价值，我必须让圣上看到我，世家才不敢动我，也能顺利引出圣人下令，重修永通区，关中的百姓方能得救。区一个寒门八品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莫非他们2人之前认识？殿下，当务之急是解永通渠之困。臣深知，朝阳绝不可能与寒门之人有牵扯。太子不写寒门，3个月，永通渠修不成，太子便失了圣心。你却说是为了百姓，为百姓当然是真，看太子失势也是真。太子罔顾百姓生死，不配为君。圣上当年受世家推举继位，近几年又忌惮世家势大，随机打压。世家故技重施，拥护太子，圣上岂能不忌？我想让圣上看到，我可以为他所用。狂倦！妄揣圣意是死罪，你连太子和圣人的关系你都敢利用，你不怕我把这话给你捅出去啊？殿下不会吧？殿下今日保我8品监察御史，说明我对殿下有用。殿下不如直接告诉我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？本宫只想让你当面首。只做面首？那像我这样的面首，殿下有几个？这状元面首嘛，唯你一个。既是唯一，我自然珍惜。和其他人不同，你现在是御史台的人，在太子底下谋事。他虽不会要了你的命，但定会给你点教训。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。不必了吧？殿下身边面首众多，又何惜下官一人？我既入朝堂，自有准备面对一切。殿下既然不愿意如实相告，那下官就先告辞了。
你平时用的是何熏香，闻着很安神。下官家境清贫，从不用熏香。奇了，莫非这世上真有男子自带体香不成？那沈郎君日后可否夜夜同眠啊？你放心，本宫从不亏待自己人，赏赐少不了你的。殿下这是真的把下官当成可以自下的面首了。当初是你自荐枕席以求举荐，如今倒摆出贞烈的架势，既不是君子，又何苦道貌岸然？殿下说的对，从明晚开始，下官就来为您侍寝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3个月工期，永通渠通不了，能不能用计阻挠开工，把祸事甩出去？工期是圣上定下的，殿下也要奉旨督工。若是明着推阻，岂不是给二皇子落了把柄？那各位有何计策？依臣之见，此事该问过朝阳公主。若不是她办事不力，那沈孝怎有机会面圣？永通渠一事，该他为殿下献策，将功补过。是啊，萧忠诚言之有理啊。是啊，告诉朝阳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东宫不留无用之人。朝阳若有计策，必会上报。但此事说到底，罪责皆在沈孝。不错，沈孝之后在你御史台门下，不可轻饶。殿下放心，臣明白。何必等他去御史台？今日便可教训一番。我怎么会答应呢？太子的人，还真是按捺不住。你去见了沈孝，本宫的行踪还需要向你汇报？我是替太子问的。真是太子的好狗。入明宴之后，
太子已对你们起疑，我虽替你遮掩，但我需要你给我个准话。状元郎姿容出众，本宫瞧着喜欢，想拉他做个情郎。不知这个答案，驸马可还满意？崔家父的身份你半点不顾了！放手！放手！你在撒谎！你发什么疯？李叔，我终究是你的驸马。驸马，多年的假夫妻，你还要当真不成？是，我们是假的，但你和他就是真的。与你无关。好啊，好一个状元情郎！你说太子若知你二人，驸马要告诉太子吗？驸马怕不是忘了，本宫刚受沈孝当众弹劾，被罚了10亿。亏你信我会找他做情郎，我见他是为太子试探虚实。驸马如此在意沈孝，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哼，荒谬！我只是提醒你，离沈孝远一点，不要做让崔家蒙羞的事情。太子因永通渠一事震怒，你若无法可解，崔家也救不了你。驸马在说什么混话？崔家和本宫相互依傍，唇亡齿寒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记错？那便好，随我去见太子。不急，见太子之前，还需答应我一事。崔郎，奴婢青罗叩见公主殿下，殿下万福金安。是你给公主下的药？奴没有。公主常流连那等地方才会遭人算计，这定是有人存心将公主失身之事嫁祸于奴。崔郎信我，崔郎可为奴做主。信你？我何时说过这药是催情药？你个毒妇，怎可对公主做这种事？崔郎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奴猜的。仙客来那样的地方，除了那等见不得人的药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够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张20，不能打我，不能打我！我腹中有了崔家血脉。你说什么？我有身孕啊！你要做父亲了，崔郎。你背着我听了避子汤？啊？奴没有，这是意外。崔郎，我腹中是你的骨肉啊，这是天意。住嘴！处理掉孩子，赶出府。不！崔继之，这是你们崔家的血脉。不配！
什么嫌我？你又比我干净高贵到哪里去啊？你既要世家公子的清誉，又要红颜知己的温存，还想握住公主府的权柄。如今为了体面要抛弃我？呸！什么世家子弟？你不过是个工于心计的小人，始乱终弃，谋杀亲子。太令我失望。答应你的事已了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动手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娘！小兔崽子，你疯了！放我出去找太医，否则就打死我！谋害皇嗣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这贱婢所生的丫头，也配叫皇嗣？你娘身份卑贱，不配叫太医。阿娘，求上姨娘子，求你求太医来救命！你求我也没用，出身卑贱的舞女，还妄想母凭子贵。你们娘俩就在这冷宫里自生自灭吧。阿娘，宫嫔里面有百年老参，我去弄来给你治病。阿娘不能再拖累你，恕我。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人生来就卑贱，也没有人生来就高贵。人的命是靠自己争的，听懂了吗？你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住手！他交给我处理。下去。是。你与崔静之之间，我并不关心，可你不该来陷害我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孩子保不住崔静之。这个世上没有母凭子贵，母贵，子才贵。天下如今满意了。你想要孩子活下来吗？太子，永通渠修缮一事如何了？禀父皇，永通渠工程浩大，民夫众多，但近日粮价飞涨，朝廷所付工钱已不足以购粮，以致不少工人罢工。儿臣思得一策，或可解困。何计？以粮代钱。以粮代钱。既然粮贵钱贱，不如就由度支司直接拨粮，充作酬劳。如此，民夫有粮果腹，可安其心。亦能稳定工价，聚人心，提士气。如此，便可将永通渠的修缮之责尽数归于二皇子掌管的度支司。将来要是渠修不成，便是度支司拨粮不力所致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借机不断向度支司要求拨粮，以充吾的私库。但此事二皇子一定会极力反驳，他驳不了。太子哥哥，学那日沈孝之言便是。父皇，以粮代钱从无先例，恐怕此办法……二弟，既无先例，便开先例。难道因为事情难办，就不管百姓的死活了吗？你我身为皇子，万事都得以百姓和社稷为先。说不实行以粮代钱，就要为工人涨薪。如今国库空虚，父皇断不会答应。太子的办法是良策。李严，给启部和兵部拨粮。儿臣
领命。此计环环相扣，不仅解了吾的燃眉之急，还拿捏住了老二的七策。妙，妙啊！臣妹告退。杜之思、波良，二皇子入局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让开！贵人，给点吃的，贵人。让开！给点吃的吧。你们做什么？让开！贱民媳妇找死啊！贵人，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。滚开！贱民！我。不知是哪位达官贵人，在此名声倒悬、恶殍载道的关头，还敢招摇过市、纵仆伤人，藐视我大业律法！哟，我当时何人敢当街拦本公主的马车？原来是沈御史啊！公主殿下，本宫的马夫，本宫自会责罚。可是当街拦公主车舆，如同行刺，按律当诛。只抽你几鞭，以示仁厚。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沈御史不让开，是想挨打吗？殿下终究是金枝玉叶，不懂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百姓流离之苦。当街叫对大业的流民要打要杀，也配做天家之女，识百姓之路吗？衣服洗成这样，看来公主是不想吃饭啦。我也2月没吃过东西了，家里条件好。你娘死，圣上都没过问。就算你死在这冷宫，圣上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。金枝玉叶，沈御史很了解我吗？你在此高谈阔论时，可知我此行正是要把筹措的药材送往疫区。若非你拦车质问，此事早已办妥。殿下亲自赈灾，下官方才言语不妥。但无论殿下此去为何，都不是纵仆伤人的理由。沈御史当街拦驾教导本宫，沽名钓誉。殿下跟其他权贵不一样，最起码心里还有百姓。我遭你弹劾失了圣心，筹药赈灾不过是演给圣人看的戏，灾民要药，本宫要民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不是和沈御史一样？下官并非。沈御史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
别忘了今夜之约啊！给沈御史道歉，罚你半年月例补偿百姓，回府后自领10鞭。沈御史，多有得罪。朝阳，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